普京用停火试探西方，军舰已在路上，这36个小时令人期待。大家好，我是肖银华。普京呼吁乌克兰加入停火的队伍，可惜乌克兰没有给普京一点面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去年12月的时候，泽连斯基向俄罗斯发出呼吁，要求他们在圣诞节撤军。不过当时的俄军显然没有停火的打算，并没有理会泽连斯基的呼吁。没想到这才过去1个月不到，普京宣布从1月6号12点到1月7号24点，俄军单方面停火36小时。与此同时，他还呼吁乌克兰也加入停火的队伍，让所有人都能够好好的度过东正教的圣诞节。只不过普京这回算是热脸贴了个冷屁股。上次俄罗斯没有理会乌克兰，这次泽连斯基也没有给普京面子。他不仅直接拒绝了普京的停火建议，更是在社交媒体上用俄语指出，普京提出这所谓的圣诞节停火，只是俄军的缓兵之计，是他们试图阻止乌军前进的幌子。他还对俄罗斯喊话，想停战的话，就让你们的士兵带着抢来的马桶滚回1991年的边界去。泽连斯基能喊出这番话，看得出来底气十足，但是还是让我有些疑惑。首先得承认，俄军战场表现不佳，算是有目共睹的了。新兵们搞垮了年夜聚会，被乌克兰几发火箭炮给一锅端了。但即便如此，俄军也还谈不上完全陷入被动。普京却在这个时候主动要求停火，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俄乌状况依然十分激烈，这个不必多说，战况随时都在升级的边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则又一次开始了他推动双方和谈的进程，而在另一边的欧洲却迎来了一个创纪录的暖冬，能源危机获得了一定的缓解。俄罗斯面对国际环境很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普京宣布停火。我认为这次停火应该不仅仅是为了过圣诞节，而应该算是普京对西方国家的一次试探。试探什么呢？那些欧洲国家在迎来这个暖冬之后，对俄乌冲突接下来的走向是个什么态度？普京自己是不排斥和谈的，埃尔多安的面子也要给，但西方国家的态度可就不好说了。之前天寒地冻的时候，这些国家尚且宁愿挨冻也要支持乌克兰打下去，现在天气转暖，暂时没有挨冻的风险了，他们支援乌克兰的意愿恐怕就更加的坚定了。而一直为乌克兰提供支持的西方国家显然也没有令人失望，他们将普京的停火提议当做了自己取得胜利的第一步。比如拜登就表示，普京宣布停火只是为了让自己喘口气，似乎无比笃定俄罗斯的状况已经岌岌可危，现在不过是在垂死挣扎。可以预见的是，自觉胜利在望的西方国家很可能会选择乘胜追击，而为了迎合西方，在接下来俄军停火的36小时之内，乌军说不定就会向俄军阵地发起大规模的攻势。然而，装备了锆式高超音速导弹的俄海军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号护卫舰正在前往北约国家海岸的路上。如果乌军真的发起了进攻，到时候俄军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得不说令人担忧。这36小时会成为2023年俄乌冲突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时间点吗？普京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就让我们继续等待吧。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